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演戏靠配音，娱乐圈8位哑嗓演员，有人甚至从没用过原声。娱乐圈现在多了好多新生代演员，其中不少都是选秀节目出来的偶像，他们可能还没啥演戏经验，但已经当上了主角。表演时，声音、表情和动作特别关键。但有些演员啊，演技真的有待提高，甚至连台词都背不下来，真是让人着急。拍摄时，演员们经常会直接念出台词，后面再由专业的配音演员来给角色配音。这种做法在娱乐圈里挺常见的，就连那些大明星们也会这么做。任嘉伦在《锦衣之下》里演男主前，配音都是靠张杰老师来完成的。杰哥给嘉伦的角色注入了生动的声音，让角色更立体了。可能是因为张杰老师的嗓音和任嘉伦的面容特别搭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当时观众并没觉得任嘉伦的台词有啥问题。新剧《请君》里，任嘉伦原声出演，大家一下就能听出来，他和配音演员在台词上差别真不小。他用自己的声音，虽然也还过得去，但跟专业配音演员比起来，还是有挺大差距的。大家都不太满意任嘉伦的台词表现，觉得他说话不清楚，重点也不突出，听起来感觉很别。以前，任嘉伦常靠配音掩饰台词短板，这次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。央视网发声啦，说演员嘛，得练好台词功夫，别老拿不擅长台词当噱头炒作。咱们的实在点，用实力说话。说到任嘉伦，他之前的很多作品里都是用的配音。不过啊，因为大家看剧的时候，主要都是看剧情和演员的演技，所以他的台词问题一直都没啥人关注。希望能把台词问题提到日程上，真心希望任嘉伦能更专注于提升台词水平，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提到鞠婧祎，很多人都说她有点假，但不得不说，她化妆真的很有一套，吸引了好多女生去学。好多女生因为居士美学都变美了，简直魅力四射，超级吸引人。她演戏时总是保持小仙女般的妆容，不管角色状态如何，这也被大家频繁吐槽。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妆容有点过，不太符合角色。大家都觉得她每次妆容都超美，但造型太老套，演技让人有点失望。她这种表现，感觉更适合在舞台上发光，而不是在荧幕上。她的台词为啥没被批评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所有的台词都是经过专业配音老师精心处理的。这样一来，台词质量当然高啦。鞠婧祎演的电视剧里，只有1%是她自己的原声，剩下的都是别人给她配的音。看来她更多时候是依赖配音演员，而不是用自己的声音来演绎角色。听着别人的声音，感觉跟角色特别搭，还不用自己费劲，这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。直到现在，观众还是记不住鞠婧祎，主要是因为她在演戏上不够专注和努力。观众肯定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都不肯用心去演好角色。说到徐凯，可能有些人还不太熟悉他，但他演过一些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。徐凯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，但演了这个角色后，他一下子红了起来，直接跨进了2线明星的队伍。可是啊，他在那部让他飞升成名的剧里，其实并没有用自己的原声说话，而是请了专业的配音演员来给他配音的。这部剧居然又是用的别人配音，更让人生气的是，徐凯从出道开始演的剧就没有用过他自己的原声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他一直都没能有个真正用自己声音的角色，这点真让人难以接受。徐凯可能觉得自己的台词不够完美，或者他有自己的想法，
所以选择不用原声来演绎角色。导演和编剧因为台词表达不佳，让观众难以带入剧情，这确实是个问题。观众觉得台词不够好，就无法深入感受角色的情感和故事的魅力。所以这方面的好好改进才行。配音虽能为整体剧情加分，但也不能一直依赖它呀。总是用配音也不太好。作为一个演员，要是连台词都背不熟，那怎么能说自己是真正的演员呢？这可是基本功啊，连这都做不好，那就别自称演员了。徐凯以后演戏，希望他能用自己独特的嗓去塑造角色，给角色注入生命力。钟汉良，这位大家都熟知的港台艺人，之前演过一部电影叫《何以笙箫默》。因为他在电影里讲普通话不太溜，所以电影用的是配音，而不是他自己的声音。钟汉良在内的娱乐圈打拼多年，但普通话水平一直不太标准，这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钟汉良作为港台同胞，如果没去当演员，普通话可能没那么标准，这也是挺正常的。钟汉良普通话可能偶尔不太标准，但大家都能理解，因为他有丰富的演戏经验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普通话水平竟然还是原地踏步，真是让人吃惊不小啊！演员们确实愿意投入时间磨练台词，但离开一阵再回来，普通话还是没啥长进，这哪算得上敬业啊？得真正下功夫才能有提升吗？这几年我总依赖专业配音演员，自己反倒变得懒惰了。这种偷懒的心态，可能就是导致我作品质量不如以前的原因吧。今生有你播出时，钟汉良这回没用配音老师，自己就给角色配了音，真是挺厉害的。观众对原声的使用真的值得点赞，这真是很棒的一件事。不过啊，就因为一句戏里的台词没改好，原本挺浪漫的言情剧变得好笑极了。原本应该是说嫁给那个姓孙的，可钟汉良却说成了嫁给那个姓孙的，这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，真是哭笑不得啊！一句话足以让整个故事反转，那张原本帅气的脸，瞬间变得搞笑又滑稽。所以啊，演员的勤练基本功，要不然台词说不好，外表再好看也没用，都会打折扣的。陈伟霆和钟汉良都是港台艺人，两人齐名但各有特色。钟汉良是资深前辈，经验老道，而陈伟霆则是后起之秀，新晋实力派。虽然他们都是艺人，但发展轨迹和风格有所不同，但都各自有着独特的魅力。陈伟霆这个新加入内地市场的艺人，实力真的很强。他第一部在内的上映的剧《古剑奇谭》一播，立马就火了起来，名声大噪。借着这股顺风，我们接连荣获多个奖项，更幸运的是，还揽下了一些重量级的电视剧制作项目。他在不少电视剧里崭露头角，后来演了盗墓网剧《老九门》，一下子就成了特别火的一线小生，名气大涨。陈伟霆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太顺溜，所以在拍大制作的电影电视剧时，他通常都得靠配音来完成角色对话，这样观众听起来更自然，也更容易理解角色说的话。观众其实没太纠结这点，毕竟他的演技也还算过得去。陈伟霆刚火起来那会儿，记者问他角色台词的事，他却说忘了，还觉得这声音听着都不像自己说的。因为名声大噪，有人就靠别人撑腰，对自己就不那么严格了。演艺行业真的让人担忧，要是这种不良风气一直这样下去，那可咋整啊？赵丽颖可是娱乐圈里的一匹黑马，打拼了这么多年，演了不少好戏，现在可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了。不过，好多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电视剧，赵丽颖其实并没有用自己的原声来演。小谷在《花千骨》这部电视剧里头的配音，是由非常厉害的配音老师陈艺文负责的，他的声音给角色增色不少，真的超赞。
赵丽颖演过好多戏，给她配音的老师也特别多，但要说合作的最多的，那还的是乔诗瑜老师。两人经常一起工作，配合的特别默契。这位老师可是个配音高手，他给好多游戏和动画角色配过音，技术真的是一流的，没话说。乔诗瑜老师的声音和赵丽颖的形象很搭，所以他们经常一起合作，配合得很默契。赵丽颖在好多作品里都用了配音，粉丝们对这事儿有啥意见不？赵丽颖之所以这么受关注，其实不只是因为粉丝喜欢，更是因为她特别努力，演技也特别好。演技一流，加上合适的配音，展现出了超凡的演出效果，让角色跃然纸上。粉丝们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如此出色的表现，心里都乐开了花，只能默默欣赏这份美好。赵丽颖的台词水平其实挺好的，但问题出在声音不太匹配角色。赵丽颖演知否时，直接用原声出演，声音特别符合明兰这个角色，听起来特别自然。看完电视剧，大家都好奇明兰的配音者是谁，没想到竟然是赵丽颖自己配的音，真是惊喜连连啊！赵丽颖在剧里台词说得特清楚，听起来特别顺，情绪表达也和剧情特搭。她这么演，让明兰这个角色更吸引人了。其实，大家并非不懂演员为何选配音，只是对那些演技差、不肯学，还爱偷懒的演员用配音的行为感到反感。大家其实对演员是否用配音挺宽容的，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的台词水平过关就行。毕竟，我们更看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实力和角色的呈现效果，而不是他们是否用了配音。大家都说王鹤棣的台词不太好，其实呢，他的台词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。他和他粉丝都清楚这事儿，所以他对网上的评论从不反驳，而是默默接受批评。他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承受着，让时间来证明一切。他的台词之所以显得匮乏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他并不是靠精湛的演技进入娱乐圈的，而是靠颜值闯出一片天。他没接受过正规学习，但在四川这个方言盛行的地方长大，所以他肯定能说一口地道的川普，这个不用怀疑。他演的古装剧，由于说话带四川口音，都是配音演员帮他配的音，就连特别火的《苍兰诀》也是。王鹤棣凭借热播剧收获了大批粉丝，但说实话，他的演技还没能完全跟上他的人气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王鹤棣最近的电视剧表现真的进步了好多，希望他在演技上能再花点心思，特别是在台词的处理上。好期待他能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，让观众们大饱眼福。程毅，这位内地娱乐圈的明星大咖，特别擅长用情至深来征服观众。说到情感表达和泪水流露，他可是娱乐圈里的佼佼者，绝对能排得上号。程毅因仙侠剧成名，观众记得的不仅是他帅气的外貌，更是他真挚动人的泪水。程毅在剧里哭得稀里哗啦，眼圈都红了，网友就开玩笑说他演出了那种失去亲人的那种含蓄的美。虽然他演技挺棒的，但台词水平确实有点差，这点是没法否认的。程毅演电视剧时，他的声音总是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，有时候即使不看字幕，也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什么。他的声音好像被一层轻纱遮住了，让人有点捉摸不透。程毅的原声率确实不太高，大概只有44%左右，这算是他的一点小短板吧。程毅之所以选择配音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原声可能不够悦耳，台词表达上也不够出色，所以他希望通过配音来弥补这些不足，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视听体验。看剧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有点别扭，主要是因为角色的配音是大家熟悉的阿杰老师，观众老是抱怨妆容都差不多，声音也老是一个样，
还有那些哭戏，真是没啥新意。程毅既然能演绎动人的哭戏，那他推敲台词也不在话下。我们期待他未来能脱离配音，更自然地展现角色的魅力，让观众看到更真实的他。总的来说，无论是戏曲学院出身的专业演员，还是通过选秀节目崭露头角的艺人，甚至是刚入行的新人小白，要想在演艺这条路上走得稳、走得远，都得有扎实的基本功傍身。唱念做打，戏曲里的精髓，但演戏时，声音、舞台上的表现和身姿，那才是关键中的关键。这些都得好好琢磨，才能演得有味儿。有些演员只看重眼前的片酬，拍完就赶紧走人，对作品一点也不上心。他们只想着怎么快点拍完拿钱走人，根本不考虑作品的质量和观众的感受。这样的态度，怎么能拍出好作品呢？一些老演员现在变得有些松懈了，仗着自己多年的经验，就开始随便应付观众了。文娱产业若受急躁氛围侵蚀，其发展必受影响。大众娱乐作品不应只追求表面热闹，更需深度内涵，更要远离低俗。希望新一代的表演者们能珍视每一部作品，充分展现自己多样化的才华，让艺术界真正百花齐放，各具特色。